好，我们上课啊。然后这是考虑到有一些同学没有加到原来的那个群里面，收讲义发通知什么的不太方便。你如果没有加上原来那个群，你可以加这个群。然后我研究明白有什么工具之后，我会把这2个群合并的。原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扫问，原来那个群满100人之后二维码就自动失效了，很讨厌。反正就先这么解决吧。我合并之前我会在2个群里面都发通知的，然后你们没加上原来那个群的可以加这个群。大概就是这样啊。这是这件事儿。然后另一件事儿是关于我们周日加课的通知。因为现在精确的时间都出来了，我就仔细的说一下。就是这学期的4月14号、4月21号、5月4号，注意5月4号是个周六，前面这2个时间是周日，他们的晚上6点到8点半。这是李伟固教授会给你们讲代数。对。然后呢，然后5月12号、5月26号、6月2号下午的3点到5点半。写糊涂了。然后这个是李建全教授给你们讲几何。对。春季就请了他们2位来补充这节课啊。然后我们这个周六下午的课是照常的，我们的课照常。对，这一点要说清楚。然后呢，放假通知的话呢，我们5月4号那一周是不上，我们5月4号是不上课的。对，就我跟李伟固不太一致，他是4月28号不上课，然后我是5月4号不上课，就这样。这是上课的安排。然后暑期的话，我没有请任何教授来上课啊，暑期我们就先这样。然后等秋季联赛考完了之后，我再看情况找谁吧，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是补充的这个课的安排的一个说明。然后补充的这些课，教授们会现场拿讲义来讲，就提前不会给你们发什么东西了，你们到时候就听一下吧。就是安排啊。其实每次通知很累的，你们老师都在群里面的话，以后我再也不会上课的时候说，在群里发通知比这快多了。然后我们对，然后我们近期的安排是这样的，就是这次我们讲函数方程。函数方程我们本来是打算放在后面讲的，但是因为很多人反馈说集训队的题这周期中考试来不及做。然后那么这次课讲函数方程之后的课，这次课之后，今天的函数方程没讲完的部分下次课不会讲，之后的课开始讲今年的集训队真题。把集训队题目讲完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函数方程、多项式这些板块的叶子。
这些板块我们都准备了有非常多的页子啊，就这样。然后我们把函数方程拿出来，我们讲一下。这次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难的题目的。好，先说这个例一，白送的这个例一。他说呢，这是一大堆实指非常数的实系数多项式，然后呢，他告诉你 fkx 乘上 fk 加 1x 等于 fk 加1迭代 fk 加2，我们直接上圈吧。好，这个呢，你实际上第一眼就看到这个等式实际上是很不容易成立的，因为从次数上来讲，左边的话这两个家伙的乘积只是它们的次数之和，而右边这个迭代之后的函数是它们的次数之积，所以我们立刻有fk 和 fk 加1的次数和是等于 fk 加1和 fk 加2的次数之积，所以这告诉我们 fk 加1的次数是整除 fk 的次数的。好，然后你注意这是个循环套嘛，它只有 n 个嘛，所以我们有 f1 的次数整除 fn 的次数整除 fn 减1的次数，然后一直整除 f1 自己的次数，所以这些多项式的次数全相等。然后你稍微带进去算一下，这个次数等于2嘛。然后这就不叫题了，你设 fkx 等于 ak 倍的 x 的方加上 bkx 加 ck， 然后你代入进去，从高次开始比较系数。然后你干的事儿跟那个都差不多，比如说你比较最高次的话，那么就是你这个 ak 乘 ak 加1，然后跟这边的这个会有一个联动的关系，然后你把所有对称的式子全都写出来，就可以发现它们所有的 ak 都是一样的，所有的 bk 都是一样的，所有的 ck 都是一样的。然后你再带进去，再比较系数，你就发现后面两个必须是0，前面那个必须是1，然后最后你就可以分析出一切 akx 一切 fkx 都等于 x 方对于 k 等于1到 n， 就没了。这个非常水，只是用来让大家心情愉悦的一道题。说起来，其实我从来没有统计过你们做的情况啊，因为我觉得比较麻烦。我没有问过你们老师这个情况，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统计一下的。把例2做出来的同学举一下手看看。例2做出来的举一下手。那我们说例2吧。例2他说呢，你随便带两个整数进去呢，我们都有 fm 减 n 加 fn 等于 fm 加 fn。然后呢，首先呢，你这个结构是不太友好的，对吧？这个结构不太友好。一般来说，函数方程里面有个减是比较碍事儿的，所以我们稍微把它改写一下，做简化改写。
反正这个不影响我们。我们取 m 等于 n 加 t， 那我们就有 ft 加 fn 就等于 ft 加 n 加上 fn， 这个即为我们的核心式。这个式子其实还是挺有意义的，它就是把里面的 t 加 fn，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f 脱掉，然后再得到一个 fn， 然后再把这个保留。实际上然后这里呢你可以对称的来写。我们说一下一种思路啊。第一种思路呢是做函数方程的时候的一个常见思路，就是我设法把式子对称化。因为你这个 t 加 fn 你是不能把 fn 当做常数的，除非你能证明它是满设，但是你可以反过来让 t 是一个 f 若干，所以我呢就取 t 等于，可惜 m 用过了，那么就 t 等于 fp 吧。那么这样我们有 ffp 加 fn 是等于 ffp 加 n 加上 fn 的。那么很显然对称的你可以得到另一个式子，因为这是以 p 和 n 你把它交换一下顺序可以得到另一个式子。那么它当然也等于 fp 加 fn 然后加上 fp， 然后这个式子就特别的强，这两个相等，这是个特别强的式子，然后你就拿它进去带一些特质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对称的处理手法。然后我们说不对称的，因为原题比较水，用不着这种麻烦的东西。我们在新号中把 t 取成0，这样呢我们就知道 ffn 是等于2倍的 fn。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之后再用这个式子，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 ff 是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们有 ffm 加 fn， 那么它就等于 f， 注意原式里面已经给出了 fm 加 fn 的一个理解，它可以理解为是 fm 减 n 加 fn， 所以它可以理解为是 fm 减 n 加 fn， 可以这么理解。那么呢根据上面这个式子 ff 我们就是2倍，所以它就是2倍的 fm 减 n 加 fn， 也就是2倍的 fm 加2倍的 fn。这是一种理解，把 fm 加 fn 当做一个东西的函数值来理解。然后呢你也可以当这个式子来理解， ffm 加 fn， 按上面这个式子来理解呢，它也可以看作是 fm 加 n 加上 fn。然后不要忘了我们这个 ffm 加 n 呢，就是我们一开始研究的这玩意儿。然后我们把它按这个式子来写一下，它就等于 fn 加上 fn 加 fm。好，把它按上面的式子改写，所以它就等于 fn 加 fn 加 m 加上 fm。这两个式子一比较，所以 fm 加 fn 就等于 fm 加 n。这没有任何可做的，这是它表示它满足柯西，而且你所求的问题是在整数级上的，所以 fx 就等于 kx， 然后代入检查 k 等于0或者是2，带进去验算一下 k 就等于0或者是2。
这是第二题。算了，我们还是讲一种做法吧。我们再多讲一种做法。就是你根据这个左右的结构，它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 m 和 n， 然后这个 fn 呢减 n 很明显在这里面也起到作用，所以呢，我们把 f(x) 减 x 单独设出来，我们gx 等于 f(x) 减 x， 那么呢，上式就可以得到整理，上式就等价于 fm 加 gn， 然后我们给它减一个 m 加 gn。然后就等于 gm 加 gn 加上 m 加 n， 然后这儿的再整理一下，就得到了 gm 加 gn 等于 gm 加 n。 好，这个式子是很强的，你看一眼立刻明白 gx 是个单设，这是因为我可以用 gn 算出 n 来，对不对？我用 gn 可以表示出 n 来，所以它肯定是个单设。看出 gx 为单设，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星号式，如果你做柯西方程非常熟的话，你应该已经知道这个式子可以直接导出来，它是满足柯西关系的，这非常容易。我们简单的稍微导一下。我们第二部分，我们在星号中取 n 等于0，就是只需要取几个0。那我们有 gm 加 g0 是等于 gm 的。好，这个你可以看出来 g0 必须等于0，如果 g0 不等于0，这意味着 gx 这个函数是一个周期，以非零周期，就是 g0 不等于0嘛，它是有非零周期的一个这样的周期函数，而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gx 绝对不可能是个周期函数，对不对？你看原来那个结构你就明白它不可能是个周期函数，因为你在这里面 m 加 gn 的函数值要比 m 的函数值大，那 m 加 t 倍的 gn 的函数值肯定要比 gm 也要大，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对的。若 g0 不等于0，等于 t 不等于0，则 gx 以 t 为周期，且那么由上面的那个星号式 gm 加 t 倍的 gn 就等于 gm 加 tn， 这个反反复复迭代它是不等于 gm 的矛盾。这里你只要取一个 n 不等于0的话，那么这个肯定是能够不等于的，然后就跟这个以 t 为周期矛盾了，所以 g0 只能等于0。好 ，g0 等于0，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gm 和 gn 都给它弄出来了。于是在星号中取 m 等于0， gn 就等于 n。同时这还带来另一个条件，这说明 gx 是个满设。好了，它是个满设 ，gn 就等于 n， 那么这个星号式实际上就是柯西方程。于是
我不再写的那么详细啊，你以后要直接看这个式子能领悟出来，它就是柯基方程。那么这个新号式实际上就意味着 Gm 加 Gn 等于 Gm 加 n， 而 n 实际上就是 Ggn。然后你同时注意到 Gn 和 m 是可以取变全体整数值的，所以这意味着对于任意 mn， 这只能用推出 Gm 加 Gn 等于 Gm 加 n， 这个题就做完了。就是原题实际上是个不难的问题，这个新思路只是什么呢？它充分的一个是利用了一些常见的柯西套路，第二个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种周期对这个 Gx 也是有影响的，它不能有一个非零的周期，对，这也是个常用的东西。好，然后呢，我们既然说了法3，我们顺带说一下用他的观点再往下拓展的法4，它就是深刻来理解这个事。我们不用 G 的表述吧，因为 G 的表述在法4中实际上是不本质，我们用原来的那个式子。原来那个式子提到 Fm 加 Fn 减 n， 那么呢，实际上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关于 m 的式子，这个式子可以理解为是 m 加 Fn 减 n， 对，然后呢再减去 Fm 就等于 Fn。你把 m 看成未知数，然后 n 看成一个固定的数，这个式子实际上是说 Fm 加若干减 Fm 恒定等于另一个常数。所以呢，我们取不同的 n1、n2， 我们有 Fm 加 Fn1 减 n1， 我们把这一部分记为 a1， 减去 Fm 等于 Fn1， 这一部分我们记为 b1。然后另一个式子告诉我们 Fm 加 Fn2 减 n2， 这个记为 a2， 减去 Fm 等于 Fn2， 这个我们记为 b2。那么它说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就是说我 m 增长多少之后，函数值会增长多少，所以 Fm 加 a1、a2 减 Fm， 它肯定等于 a2b1， 同时也等于 a1b2。这两个理解都是对的。然后这说明 a2 和 a1 之间的比例与 b1、b2 之间的比例是完全相同的，对于任意的 n1、n2。然后呢，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讨厌的东西，就是0你要单独讨论。
实际上不难讨论，因为你可以看出来，任何 Fn 都不能等于 n， 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就是除了零以外，分析零点，容易看出 Fn 减 n 及 Fn 只在零处为零。这个是容易分析的，你带进去稍微算一下就行了。然后你把零点排除了之后，我们就有 n1、n2 不为零时，我们就有 fn1 减 n1 比上 fn1 是等于 fn2 减 n2 比上 fn2 的。那这个题就没有任何可做了，它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 f(x) 等于 kx 这样的一个列了，就做完了。这是第三个做法。第四个做法就是简单的考察它那个增长的差。这是例2的第4个做法。然后我们讲一下例3好了。前面题都比较简单，后面的题比较恶心。例3呢，他说对于每一对 m 小于 n， 我们有 fm 是小于 fn 的，所以他第一段实际上说的是 fm 是单增的。然后第二段呢，他说对于任意 mn fm 减 fn 都能够等于一个东西的函数值。好，然后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啊。首先为了简化问题，首先你注意到肯定是有函数值为0的点的，因为 f(x) 减 f(x) 是有地方可以取到的。那么存在 k fk 等于 fm 减 fm， 也就是0。然后呢，为了方便我们把 f(x) 做一下平移，我们取 gx 等于 fx 加 k， 则 g0 等于0，且 gx 也是合体的，就是做了一下平移嘛。好，然后呢，我们来简单的写一下它的大小。我们注意到它是单调的，那么 g0 小于 g1，g0 是等于0的，小于 g2， 小于 g3， 一直这样往下。好，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 g1、g2 这些家伙的值。我们来分析一下 g2， 注意到 g2 减 g1 是肯定小于 g2 的，同时 g2 减 g1 是大于0的，所以它大于 g0。然后它又是一个东西的函数值，所以 g2 减 g1 是什么呀？ g2 减 g1 就是 g1。然后 g3 呢？ g3 差不多。你注意 g3 减 g2、g3 减 g1 这些都是要对应的有一个积若干相等的。那么我们注意到0小于 g3 减 g2， 小于 g3 减 g1， 小于 g3， 而0是 g0。那么这两个家伙它们都是积若干，它们又夹在 g0 和 g3 之间，所以它们只能是 g1、g2。好了，做完了。
那么很明显你可以看出来 G3 减 G1 是 G2， G3 减 G2 是 G1， 然后 G4 呢 G4 一样的 G4 减 G1 必然是 G3， 对吧？所以 GK 就是 K 倍的 G1， 所以最终 Fx 就等于 x 减 k 乘上一个待定的 t， 它就是个线性函数，就没了。然后这里 t 大于等于0，对，它强调了是单调不减，要 t 要大于0。这是第3题。常规题然后说例4，例4说 f2fx 加上 fy 等于 2x 加 y，fx 大于0，对于任意 x 属于0到1/2。好，这个小问题。首先这个答案是非常容易猜到的，你看这就是标准一脸的柯西结构，对吧？所以你自然会去猜这个答案是 fx 等于 x， 它这怎么看都是一个标准的柯西结构。然后你在原式中呢，我们简单的取一个 x 等于 y， 在原式中取 x 等于 y， 那么 f3倍的 fx 就等于 3x。然后这种两重迭代就直接没了，这种函数呢，实际上我们处理的是非常多的，我可以简单的简要的写一下，我们再写一下背后原理。那么这意味着 f3倍的 f3fx， 没写错。那么呢，从上面这个理解 ，f3倍的 f 若干，那么就是把这两个 f 都拿掉，然后把3直接乘上里面那玩意儿，所以它等于9倍的 fx， 这是一个方向的理解。然后也可以把里面这玩意儿看作一体的，里面这玩意儿呢合到一起就等于 3x， 所以它也等于 f9x。对吧？实际上这儿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我们写的更简单一点 ，gx 等于 3x， 那么原来的条件实际上就是告诉你 f 圈 g 圈 f 就等于 g， 原来条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怎么用它来导条件呢？一般就是用对称的。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 f 圈 g 圈 g 圈 f 再圈 g 圈 f， 那么你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你可以把后面那个化简了，也可以把前面那个化简了，所以它就等于 f 圈 g 圈 g 也等于 g 圈 g 圈 f。这个你上大学对付高等代数里面的东西经常要这么干。高等代数太浅了，不会接触到这个。你对付抽代里面的东西的时候，经常这么干，就是可交换等等一系列的你都可以把它弄到一个更长的式子，用不同的交换法则把它导出一些我们需要用的式子。好，那么这个 f9x 等于9倍的 fx 立刻告诉我们 f0 等于0，因为 f0 等于9倍的 f0， 对吧？所以 f0 等于0。熟知柯西方程的同学，这个时候就已经做完了，跟上面那个题一样，你就可以把最开始的那个式子导成柯西方程。分别取 x 等于0 y 等于0，你把 x 等于0带进去就知道了 ffy 等于 y， 你把 x 等于0带进去就有 f2倍的 fx 就等于 2x。同时它还说明一点 ，f 是一个满设。
就是把0塞进去的结论。然后呢，这就说明原式是柯西方程，于是原条件就等价于 f2 倍的 fx 加上 fy， 它等于 2x 加 y， 而 2x 和 y 就可以看作是2倍的 fx 和 fy 的函数值。但是你要注意到2倍的 fx 和 fy 是可以取遍一切实数的，对吧？它是可以取遍一切合理的数的。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对于任意 xy 属于 R，fx 加 y 是等于 fx 加 fy 的。这就是柯西。然后原条件告诉我们，它在0到1/2数都大于0，所以说明 fx 是单调递增的。故 fx 单增。好了，既柯西又单调，没什么可做的。实际上这里面反复利用到的这种结构，它就是柯西的一个结论。你现在应该对这个比较熟悉了，就是我只要导出0处的值，我就可以把它转化成柯西方程。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左边这个0拿，右边这个拿掉，也可以把左边这个拿掉，然后它就是一个标准的柯西方程。这是非常常见的套路。我只需要一个 f0 等于0就行了。如果 f0 不等于0怎么办？做适当的平移。好，这是例4。这个题倒是没有什么其他做法，这个题本身也简单。我记得应该是从6、7开始是比较恶心的题，对，应该是从6、7开始。前面的题并不复杂。前面呢这个，第5啊，他说什么呢？他说 k 倍的 fn 小于等于 fkn 小于等于 k 倍的 fn 加 k 减1。好，然后他让你证什么呢？他让你证，先说1吧，解决完1再解决2。fa 加 fb 小于等于 fa 加 b 小于等于 fa 加 fb 加上1。好，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你注意他原来给你那个式子说明了什么呢？原式实际上告诉我们了 fn， 反正就是一大堆的线性式子，小于等于 fkn， 然后又小于等于 fn。你一看这跟你要证的东西是完全搭不上界的，因为你要证一个 fa 和 fa 加 b 之间的关系 ，a 加 b 不见得是 a 的 k 倍啊，所以你现在这个式子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它不能帮我们导出 fa 和 fa 加 b 之间的关系。然后你注意到这个 kn 是明显具有对称性的 ，fkn 也可以理解为它是小于等于 n 倍的 fk，
你可以把 nk 交换，那么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 fn 和 fk 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交换，改进一下呢，那么你就有 k 倍的 fn 小于等于 fkn， 也就是 fnk 小于等于 n 倍的 fk 加上 n 减1。好了，然后根据你要证的结论，这儿的东西你实际上都已经知道了。左边你应该有一个 k 倍的若干倍的 fa 小于等于，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 k 呢，这个 k 必须是 a 加 b， 对吧？所以呢，这儿是 a， 这个 k 就是 a 加 b， 然后另一个 fb 呢，这儿也对应的一个 a 加 b， 所以呢，式子基本上是出来了。于是第一个式子怎么来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有 a 加 b 倍的 fa 加上 a 加 b 倍的 fb 是小于等于 f a 加 b 倍的 a 加上 f a 加 b 倍的 b， 然后是根据原来这个式子小于等于 a 倍的 f a 加 b 加 a 减1加上 b 倍的 f a 加 b 加 b 减1，所以等于 a 加 b 倍的 f a 加 b 加上 a 加 b 减2。行了，你从这个式子立刻可以看出 f a 加 f b 是小于等于 f a 加 b 的，因为它们都是整数嘛。然后 fa 加 b 小于等于 fa 和 fb 构成的式子呢，做法是完全一样的，你把它叠成 a 加 b 倍，反向来处理。同时 a 加 b 倍的 fa 加 b 是等于 a 倍的 fa 加 b 加上 b 倍的 fa 加 b， 它小于等于 a 加 b 倍的 fa 加上 a 加 b 减1加上 a 加 b 倍的 fb 加上 a 加 b 减1，所以它就等于 a 加 b 倍的 fa 加 fb 加1再加上 a 加 b 减2。然后你看得很清楚，这儿是不足 a 加 b 的，所以它小于等于 fa 加 fb 加1 fa 加 b 的话，所以 fa 加 b 小于等于 fa 加 fb 加1。好，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他说呢 f2007n 小于等于2007倍的 fn 加2005。我们当然知道它是大于等于2007倍的 fn 的。然后他说呢，那么必然存在一个恰好相同的。这个呢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你看他要你干什么。它实际上告诉你 f2007n 减2007倍的 fn 实际上是落在0到2005范围内的，
然后它让你证明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取零的。那么你简单来看一下呢，我们原题给我们的条件说的是 fa 加 fb 是近似为 fa 加 b。fa 加 b 实际上就是 fa 加 fb 加0或者是1嘛，对吧？我们或者写加0或1等于 fa 加 b。那么你实际上要干的事就比较简单了，就是说你找一个类似的差就行了。我们只要找 f2007a 减2007倍的 fa 等于 f2007b 减2007倍的 fb。这是一定可以找到的，因为它们取的值是有限范围内的。那么你这个 f2007a 减 f2007b 就等于2007倍的 fa 减 fb， 然后基本上就可以导出你要的式子，因为这个东西和 fa 减 b 比较接近，这个东西和 f2007倍的 a 减 b 比较接近，然后它们的偏差只是0或1而已。然后你从这个最终的这个2007倍来看，这个偏差肯定就都是0，不然你取不了等号的。我们简单来算一下，我们考察一切 f2007n 减去2007倍的 fn， 它是属于0到2005的。b 存在 a 大于 b 处取值相同，我们记 a 等于 b 加 c。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有 f2007倍的 a 减去 f2007倍的 b 是等于2007倍的 fa 减去 fb。 然后这两个东西约等于 f2007c 和 f2007 fc， 然后我们由1左等于 f2007c 加0或1，右等于右边的这个等于2007倍的 fc 加0或1，对吧？然后另一方面 f2007c 是介于根据条件，它是介于2007倍的 fc 到2007倍的 fc 加2005的。好，结了。它落在这个范围内，它加0或1是2007倍的这样的一个数，所以它一定就是2007倍的 fc， 然后它这儿加的是0，所以这儿加的也是0，就结了。简单的分析就出来了。就做完了。这利用了差长得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原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2005起什么作用，它就是稍微在同余性下给你卡一点点范围就够了。这个例5做出来，同学举一下手看看，我是不是还是每节课对一下你们做的情况好了？你们是没有拿到讲义吗？感觉就没有什么人举手啊，我近视并不是很严重的。好吧，因为如果大家都没有怎么做的话，我们肯定要考虑减少一下每周的讲题量好了。这个题你如果不做的话，干讲没有任何意义。干讲你可能觉得都是简单题。行，我们先课间休息吧。
干什么？真的体会的愚昧的话。不行啊，这肯定是有点缺糖，先讲吧。好，安静，我们先把东西讲完吧。我们说例6。例6它表述的比较混乱，它就说求所有的 g， 实际上你可以认为你是同时求 f 和 g， 你实际上就是求 f 单增，然后呢 g 是一个合理的函数，然后 f(x) 加 y 等于 f(x) 乘 gy 加上 fy，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好，然后这个式子这槽点太多了，你可以随便搞出一堆好用的东西来。我们首先显然的有这个 x 加 y 它结构是对称的，而后面那个式子不是对称的，所以我们显然有 f(x) 加 y 等于 f(x) 乘上 gy 加上 fy， 它同时也等于 f(x) 加上 fy 乘上 gx， 所以这样告诉我们 fy 1减 gx 等于 fx 1减 gy， 实际上它就可以把 fx 和 gx 关系之间揭示出来。但是这儿呢，我们需要稍微讨论掉那个0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讨论掉 fx 什么时候取掉0，我们要讨论0点。然后呢，我们简单的把0点干掉，我们就主要来分析一下 f0， 这个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我们在原式中取 y 等于0，那么这样 f(x) 等于 f(x) 乘上 g0 是加上 f0。那么你这儿简单的看一下，就是 g0 和 f0 是固定的，这个式子要恒成立。f(x) 是个单增函数，它能取无穷多个不同的值，所以 g0 必然等于1， f0 必然等于0。这样顺带得到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对于任意 x、y 不等于0的话，它们的函数值都不等于0。故
对于任意 xy 不等于0 fx fy 不等于0，所以这就可以做除法了。1减 gx 除以 fx 就等于1减 gy 除以 fy， 它是一个常数，于是这是一个常数，我们把它定义为常数负 k， 它为常数，即为负 k。所以呢，这样 gx 就等于1加 k 倍的 fx。然后呢，你稍微算一下0的时候，它当然也是对的，因为我们已经算出来 g0 等于1，所以它是对于任意 x 都是对的。然后之所以把 g 用 f 表示，是因为 f 是单增的嘛，肯定是比 g 好用的，所以我们就把 g 用它表示就可以了。然后这样我们只需要把它带回原式。把它带入原式 ，g 等于 gx 等于1加 k 倍的 fx， 所以 fx 加 y 就等于 fx 乘上 k 倍的 fy 加1，再加上 fy， 它就等于 k 倍的 fx fy 加上 fx 加 fy。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式子怎么处理啊？这个式子就像多项式一样 ，3xy 加 x 加 y 它怎么处理啊？它应该把它整体扩大3倍，然后做分解。所以你会发现你要把它倒回去。于是上式等价于 k 倍的 fx 加 y 加上1等于 k 方倍的 fx fy 加上 k 倍的 fx 加上 k 倍的 fy 加1，从而它等于 k 倍的 fx 加1乘上 k 倍的 fy 加1，这样。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假设好了，它就是 gx/gy， 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 gxy 是 gx 加 y 是等于 gx 乘 gy 的。好了，它就满足柯西。同时呢 ，gx 你由它的表现形式 fx 是个单增的函数，所以 gx 是个单调的函数。由1 gx 单调，那就没有任何可做的，你就可以把 gx 它肯定是 a 的若干次方，然后你再分析情况把它反带回去就可以了。就是变成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然后这里这个地方稍微说一下啊，就是它实际上这儿是这个巧合是有别的原因，但我们先不管这个。就是说这里面无论它取到多少，你都可以用类似的这个手段来处理，把它拆成一个多项式来理解。对，这里面只是都是 k， 所以我们用上了 gx。但是从解答角度上讲，你是没有道理把用 gx 表示 fx 带回原式的，这个是没有道理的。这只是最后算出来，它都可以表示成 g 的形式。好，这是最后一道好做的题，例6。斯诺文尼亚不会很核心。例7其实也不是很难，但是例7主要是有一些奇怪的做法，所以我要单独说一下。例7啊，我们先讲常规做法，再讲复杂的做法。例7是这样的，
他说 f(x) 乘上 fy 是等于 fy 乘上 f(x)fy 加上 xy 分之一的。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是 R 正映射到 R 正的一个映射，让你把它求出来。首先那个原式说的完全就是胡说八道，这里面很明显 fy 你应该把它提出来，所以原式实际上告诉你 f(x) 倍的 fy 是等于 f(x) 减去 xy 倍的 fy 分之一的。之后它给出了 f(x) 倍的 fy 的结构。然后呢，这儿你可以换元，就是你可以把那个 x 倍的 f(x) 给它换掉，因为你可以看到这儿明显的有一个 y 倍的 fy 是很好的。然后你把整个式子乘过去之后，这里面也，然后前面那个东西也可以乘以一个 x 倍的 fy， 然后这儿也可以得到一个 x 倍的 fx， 是可以把这个式子简化的。这我稍微说明一下，是可以这么干的，可以换元 gx 等于 x 倍的 fx。跟原这样做出来的结果会好一点点，不本质啊。我们就着这个来说，因为这样会能说明一些别的东西。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就开始来带一些特质，然后很明显一的值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把一丢进去，然后为了方便书写，我们记 f1 等于 a， 代入 x 等于1 ，f(fy) 就等于 a 减去 y 倍的 fy 分之一。取代入 y 等于1 ，f(ax) 就等于 f(x) 减去 ax 分之一。好了，然后我们只要利用第二个式子来重新写一下就行了。因为你注意到第二个式子实际上这儿是 f1 等于 a， 然后这个是 x，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交换一下，你这里面给出了算 f 若干倍的 f 若干的算法，我们在这里面让这个 x 变成一个 f 若干，那我们就有两种不同的算法来算 f 若干倍的 f 若干的函数值，所以我们就可以写两个式子来比较一下。于是我们有，从上面这个式子来看 ，f(a) 倍的 fm 是等于 f(fm)， 就用上面这个式子减去 a 倍的 fm 分之一。然后呢 ，f(fm) 上面也写了，它等于 a 减去 m 倍的 fm 分之一，减去 a 倍的 fm 分之一。这是一种算法。另一种算法，原式里面提到了 f(x) 倍的 fy， 它也可以用这个算法算。所以呢 ，f(a) 倍的 fm， 同样的它也等于 f(a) 减去a 倍的 mfm 分之一。同时 f(a) 的值是很好算的，你把这个 y 等于1，把这里面 x 等于1丢进去 ，f(a) 是等于 a 减 a 分之一的。把这三个式子列到一起，稍微解一下 fm 就出来了。然后我把这个列为信号式。这是带特值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就好像随便带几个值，然后交换一下就可以了，对吧？然后我说另一个理解啊，就是你可以加深一下其他理解，来看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实质上是怎么处理的。当然这个题比较简单，正好用来说明一下。实际上呢，你更本质来看，实际上它是把原式对称化。对称化，取 x 等于 fz。你在原式中取 x 等于 fz， 那么我们就有 f(fz) fy 是等于 f(fz) 减去 y 倍的 fz fy 分之一。然后那么同样的，你这是 fz 和 fy 地位是对等的，
所以你用上面这个式子，你可以把它稍微交换一下顺序，那么它就也等于 f(f(y) 减去 z 倍的 f(y) f(z) 分之一。看明白这个式子了吧？然后呢，这里面很明显，只要你有了这个等式，你只要知道了任何一个 f(x)， 那么你就可以导出其他所有的 f。然后它利用了什么呢？它利用了 f1 和 ff1 出的函数值是容易知道的，再利用 f1 ff1 的值解出 fx。上面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干了这么一件事，只是说从带特值的角度上要更容易理解一些，但是它本质上是这样的，就是我把它对称化了之后，然后这个式子来集中进行处理。这个式子你一看就非常好处理，我有 fy， 我当然是有 fz 的，对不对？实际上我只要有 fy 和 ffy 两个地方的函数值就行。看得比较清楚了。然后这个题呢，有一个同学给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做法，但是它不完整啊，我们来稍微说一下。他给的那个做法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想法还是很奇特的。你星号是告诉你什么呢？星号是告诉你 f(x) 等于 f(ax) 加 ax 分之一，对吧？这是星号是告诉我们的。星号是你把 ax 分之一这个挪过去就行了。然后，那么根据这个式子 ，f(ax) 呢又可以表示成 f(a 方 x)， 所以它等于 f(a 方 x) 加上 ax 分之一再加上 a 方 x 分之一。所以一般的它等于 f(a) 的 n 次方倍的 x 加 ax 分之一加 a 方 x 分之一，一直加到 a 的 n 次方倍的 x 分之一。这个东西我们记为 an， 这个东西我们记为 bn。对于给定的 x 来说 ，f(x) 的值是确定有限的，所以后面这两玩意儿也应该是有限的，不能整天到处乱跑。对于一个给定的 x， 我们显然有，那么你这个 bn 是越来越大的，对不对？然后 an 呢 ，an 就是越来越小的。然后呢 ，an 恒定大于等于0。那么 A1、A2、A3、A4 一直到 an 越来越小，而它们又是恒定大于等于0的，所以它们是存在极限的。对吧？它们两个极限都是存在的，因为它们一个越来越大，一个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大的那个有上界，越来越小的那个有下界，所以它们都是存在极限的。然后它们两个极限加起来应该就等于 f(x)。然后呢，同时 bn 的极限存在，说明你这个公比 a 分之一是一定小于1的，所以 a 是大于1的，就结了。然后后面那玩意儿那是个等比数列，是很好算的。于是 f(x) 就等于 n 趋于无穷大 f(an(x) 加后面这个等比数列的和，它是 ax 分之一乘上1减 a 分之一分之一，对，就这么个东西，对吧？前者的极限加后者的极限。然后这个同学理解偏差在哪儿呢？他认为对不同的 x 来说，这个极限都是一样的，因为看起来这就是一个 f(x) 趋于无穷大时候的极限。那样的话，他就把所有的 f(x) 就都统一化了嘛，因为这是一个固定的常数 c 的话，那么你不就把 f(x) 给它强行算出来了吗？但实际上它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你 a 是固定的嘛，对不对？你 x 如果你比如说你的 a 就是2，那么 x 等于1的时候，可能2的平方、2的三次方、4次方，它的函数值的极限是一个值，然后你取3的时候，3乘2这个又极限又是另一个值，所以它这个地方是不对的。
但是你要说明所有这类极限一样，其实也不算特别困难。你只要能证明 f(x) 有一点点的单调性或者是连续性，就可以说明它们趋于无穷大时的函数值是极限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只需要补一个单调或者是连续就可以了。若可证明 f(x) 单调或者是连续，即可说明对于任意 x，n 趋于 f(a) 的 n 次方倍的 x 的函数值是相同的。那这个题就立刻做完了嘛，它就变成一个固定的常数 c，f(x) 的结构就算出来了。这是有一个同学给出来的做法，顺带也说明他这个做法的错误啊。好，然后统计有意义的题目，例8做出来的举个手看看。好吧，这样，那让我们说一下吧。这题就已经开始不太好做了。印度的国家队选拔，其实有些题真的很难。这个题呢，在做之前，你至少有2件事是很容易可以看出来。首先，这个解呢，你稍微试一下可以试出来，它是 x1/4，对吧？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可以看出来的。就是解为 f(x) 等于 x1/4，这是第一个比较容易看出来的。然后第二件事呢，这是我们王老师写的呢，我们猜这个解吧，写点要脸的话。好，然后另一件事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我可以保持 x、y 不变，然后来任意的调整我们的 x，所以 f(x) 的值域是全体实数，全体正实数，它是可以取变的。另外 f(x) 为满设，这个道理是显然的，这是因为 f(x) 加上 x^a 的函数值等于 x 倍的 f1 加 x 乘 x^a， 然后你可以任意的调整这儿的 x， 对，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满设，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来处理这个原问题，它是正实数映射到正实数。那么在这个题中呢，你比较容易看出来，就是我为了希望得到有意义的式子，我最理想的是我要让 f(x) 加 y 等于1加 xy， 这样的好处前后的这2个函数值是一样的。然后在这个题中，它们映射都是映射到正实数，所以这2个函数值一样的意味着 x 等于1，所以也就是说，只有在 x 等于1的时候，这2个家伙才能取到等号。这就是非常强力的条件了，我们可以简单的丢进去算一下。我们希望找 x 和 y， 让 f(x) 加 y 等于1加 xy，
这个稍微整理一下，这个事儿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事儿意味着 y 倍的 x 减1等于1减 f(x)。然后我们注意到上面那个结论告诉我们，就是如果这个事儿成立，那么 x 就必须等于1，所以相当于它在 x 不等于1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正数解的。由上，若存在 x 不等于1，xy 大于0，让星号成立，代入原式就矛盾了。所以在 x 不等于1，x 大于0的时候，这边满足这个式子的 y 肯定是负的。于是我们知道，对于任意 x 大于0，x 不等于1，1减 f(x) 除以 x 减1恒小于等于0。这个条件其实已经非常强了，这就意味着 x 小于1的时候 ，f(x) 是恒定小于等于1的，然后大于1的时候，它就恒定大于等于1。即对于任意 0到 1，f(x) 小于等于1；对于任意 x 大于1，f(x) 大于等于1。就这样，就有这个条件。这个实际上就足以做出原题了，就是你把这个灵活的运用一下，已经足以做出原题了。但是我们导更强的结论吧，就顺带说明一下，我们还可以导更强的。你发现让 f(x) 加 y 呢，实际上等于1加 xy， 它是有一定限制的，就只能得到星号一撇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更强的，我们希望找x1 y1 x2 y2， 然后呢，我们让它两边都一样，我们让 f(x1 加 y1 等于 f(x2 加 y2，1 加 x1 y1 等于1加 x2 y2。然后你只要这件事儿成立了之后，你把它带回原式，那么原式左边和右边除了 x 之外全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就立刻知道这个方程组在正实数范围内只有 x1 等于 x2 这一种解。对，由原式此方程组仅有 x1 等于 x2 这一种解。应该叫做无 x1 不等于 x2 的解，说不定没解。哎，这就是一个改进，它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注意，我其实并不需要左边等于右边，我只要保持左右均不变，也可以得到强力的条件。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情况下可以找到这样的不同的正实数组来满足要求，然后我们来简单的算一下。我们来解一下这两个方程。然后呢，那么显然我们应该把 y 用 x2、x1 表示，因为你这是 f(x1)、f(x2)，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多少嘛。然后呢，我们联立解出 y1 等于 x2 减 x1 分之 x2 倍的 f(x2) 减 f(x1)， 然后 y2 呢等于 x2 减 x1 分之 f(x2) 减 f(x1). 好，这个就很强力了。这个呢，也就是说你找了一个 x2 大于 x1 之后，你这样解出来的 y1、y2 肯定不能都是正的。如果都是正的，我们把它带回去原式，立刻导出矛盾了。所以这两个应该都小于等于0。然后你归结为原来的结论，那么就是 f(x2) 应该小于等于 f(x1). 于是，对于任意 x2 大于 x1，
有 f(x2) 小于等于 f(x1)，否则将上述 x1y1、x2y2 代入，就导致矛盾。好，所以呢，这告诉我们 f(x) 整体是一个单调不增的函数。然后一呢，实际上就足以解决了。一实际上说的是它在一附近是单调不增的，就是在一这一块上是这样的。然后呢 ，f(x) 单调不增。好，然后我们处理一点点细节问题就可以了。我们在原来那个式子里面代入 x 等于1，那我们有 fy 加 f1 是等于 fy 加1的。好，这个式子也是个超强的结论式子。注意看，这实际上说明了 f(x) 是有一个周期的，这个周期叫 f1 减1。当然这里面需要它 x 比较大，这个周期才能生效。那么你立刻可以看出来 f1 必须等于1，否则会出问题。于是若 f1 不等于1，则 f1 减1的绝对值在 x 比较大时为 f(x) 的周期。然后你注意 f(x) 又是个单调不减的函数，然后它又有一个周期，你在10处取10，你在20处也取10，那么你10到20处都得取10，所以到后面它就变成了一个长函数。在 x 充分大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长函数。然后你把长函数一带进去，这个式子肯定不对。故 x 充分大时 f(x) 为长函数，容易知道这是矛盾的，所以 f1 确实等于1。这就得到了一个关键值 f1 等于1。f1 等于1这个题就基本做完了，我们把它塞回原式。我们拿1处的函数值来给它稍微设一下卡。我们对于任意 x 大于1，我们取 y 等于1减 x 分之1。为什么取 y 等于1减 x 分之1呢？这样让 x 乘 y 就可以塞回原式，得到一个 f(x) 减 x 分之1。于是我们有 f1 加 f(x) 减 x 分之1是等于 x 倍的 f(x). 对，好，这个条件非常强。这个条件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前面这个括号里面的数实际上是取决于 f(x) 和 x 分之1的大小关系来决定是否大于1的，后面这个东西也是取决于同样的条件。所以呢，若 f(x) 大于 x 分之1，我们应该写成某一个地方的值。那么这意味着括号里面这个东西记为 a， 括号外面这个东西记为 b， 则 a 大于1，就是你把它带进去 a 就大于1，然后 b 也大于1，矛盾。你在大于1处的函数值不可能大于1。然后第二部分，如果 f(x0) 小于 x0 分之1，如果在某个地方的取值是小于 x 分之1的，
那么你把它丢进去 ，a 处的函数值小于 a 处小于1，然后 b 处也小于1，这也不对，你不可能在小于1处的函数值小于1，就你只要观察1附近就可以了，也矛盾。好，然后呢，这个很明显，你只用1也足够了，所以这样说明 f(x) 就等于 等于 x 分之1。对于任意 x 大于等于1。然后呢，我们现在只缺小于1的部分，这个就比较简单，你只要注意到小于1的部分和大于1部分是可以建立联系的就行了。我们注意到取 y 等于1，那我们有 f(f(x) 加1是等于 f1 加 x 的，所以用 f1 加 x 的值，就是用大于1处的函数值是足以推出 x 处的函数值的，可以用大于1处的函数值推出 x 处的函数值，所以这样你可以把小于1的部分也算出来，这个很容易算，它也是等于 f(x), 也是等于 x 分之1的，可导出 f(x) 也等于 x 分之1，对于任意 x 小于1，这个题就做完了。这个题2个地方比较关键，第一个就是你自然的去想到里面这2个东西相等，然后里面这2个东西相等，实际上做的精细一点是足以做出原题的。然后如果不足以做出原题的情况，你可以找更强大的结论，就是我去把 x、y 调整之后，让左边不变，右边不变，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实际上有的时候还可以做交错的式子，让它等于它，它等于它，这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只要做一个调整链，能把它调整回来就行了。我见过最复杂的应该是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圈的，最后也能圈回来，那也是可以的。然后这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是一部分相等。然后第二部分为什么要取这个1减 x 分之1，纯粹是为了把右边给它弄成 f(x), 就是 x 倍的 f(x), 这就变成一个很容易分析的式子，然后结合单调性就可以了。这个题还是不太好做的，不太好做。剩下的时间我们只讲一道题啊。然后下次课讲我们发的那个集训队的叶子的 test 1。集训队叶子现在有没有发到你们手上？啊，好吧。那这次课的讲义是什么时候发的呢？实体的线下的讲义。那好吧，那但是我在好吧，那实际上我在群里面是非常早发了呀，对吧？那以后你们积极多看群里好了，群里发的真的是非常早。我一般一翻译完校对好，我就基本上发出来了，很快的。那你们积极看群里自己打印吧，好吧？这个题你如果没有做过，光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原来也当过学生。你没有做过，自己光听会觉得所有的题都非常简单，但是你自己动笔做什么例8、例9，做上2、3个小时，你就知道有些地方就真的很难。那样你结合讲解听起来才比较有意义，你才能吸收一些想法。光干听你会觉得这些题都太简单了，水的不像话。实际上这里面还是有难题。
就历史我在家做了2个多小时，还是很不好做的。我们就讲一个例9吧，思考题和剩下的都以后再说了。啊，讲义是刚才发的，那你们反正在群里面多关心一下，我以后会在群里面早发的。我群公告就改为下节课讲什么好了。好，我们就说一个例9啊。他说 F 是一个 Q 正到 Q 正的映射 ，F 方 x 乘上 y 是等于 x 立方倍的 fxy 的。首先你注意这个 Q 正到 Q 正，这是个很奇怪的东西。Q 正到 Q 正有2点可以利用，一种是它是正的，所以呢你可以用来导单调。然后第二个它是个有理数，所以你可以用来导它的一些数论性质，整除之类的。然后显然第一个事儿是我们日常做的，就是带一些乱七八糟的特质。首先呢我们把 y 等于1带进去。y 等于1告诉我们 f 方 x 是等于 x 立方倍的 fx。这说明什么呢？这个你注意，我用 fx 是可以导出 x 的值的，所以这说明 f 是个单摄。对吧？好，这个单摄立刻就有用了。我取 x 等于1，那么 f1 的方倍的 y 是等于 fy 的。根据单摄，里面的这2玩意儿得相等，所以 f1 等于1。然后呢，然后就不太好做啦。好，现在开始认认真真的得对称化了。你注意到原来那个式子实际上是很不好写的，这个 f 方 xy， 如果你想直接把它表示成柯西关系的话，后面那个 fxy 你要改写成 fy，所以呢你直接这样使用柯西是不可行的，我们把它稍微改写一下，我们对称化，有取 y 等于 f 方 z， 那么 f 方 x，f 方 z， 按照原来那个式子理解，它就等于 x 立方倍的 fx方 z。然后注意 fx方 z 用原式又可以化简，它等于 x 立方倍的 f方 z 乘上 y。好，它就好办了，它等于 z 的立方倍的 fyz。写糊涂了，这是 x。好，它是等于 z 的立方倍的 fxz，这是这个角度来理解。
然后很明显我们可以用原式的那个办法来理解这个式子。这个东西呢，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 xz 的立方乘上 fxz 乘上1。那么按原来这个式子理解它是 x 的立方倍的 fx 乘上1，所以呢它又可以把它丢回去，它就等于 f 方 xz 乘上1。这一步是我们追求可西化，所以必然会得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原来那个我们就很想把它分成 x 立方倍的 fx 乘 fy 这样一个部分，所以在这儿自然的会把这个东西合并，这是因为我们要找可西。好，那么结了，根据单设里面的这玩意儿必须相等，所以 f 方 xz 是等于 f 方 x 乘 f 方 z 的，所以 fxz 等于 fx 乘 fz， 它是可西的。它满足乘法可西，这个是对称化搞出来的。然后我们把它塞进原条件。于是原条件就等价于告诉我们，你现在看一下，如果原式满足可西，这是一个条件，星号1。那么原来的那个式子实际上就是 f方 x 乘上 y 等于 f 方 x 乘上 fy，也就等于，这是说的越来越糊涂了，应该叫代入原式。你把可西代入原式，那么这个东西等于 x 立方倍的 fxy 就等价于 fx 的平方再乘上 fy 等于 x 立方倍的 fx 乘上 fy， 就等价于 fx 的平方等于 x 立方倍的 fx， 然后这是第二个条件。这里实际上这个东西你用原来的那个单设那一行稍微整理一下也可以得到，这只是说有可西和这个式子这两件事就可以完美的导出原题条件，所以它已经包含了原题的所有信息啊，就是你只看这两个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可以只看星号和星号一撇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它来导出来。然后呢，现在就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但是你注意到啊，就是这个题的答案实际上是非常好猜的。这个你稍微算一下就知道 ，f(x) 应该等于 x 分之一。这个你试一下是可以轻易的试出来的，它应该等于 x 分之一。另外猜 f(x) 是等于 x 分之一，是它的解。好了，这个地方主要启迪就在这儿，注意看啊。如果你猜 f(x) 等于 x 分之一是解，那么你自然的会去想到要把 x 乘 f(x) 给它表示出来，而这里面已经天然的有了一个 x 乘 f(x), 对吧？它就多了一个 x 平方。然后你注意看里面这货，里面这个 f(x) 它就缺在外面乘一个 f(x), 对吧？它就缺在这儿乘一个 f(x), 然后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你这边很显然应该给它乘上一个 f(x) 的平方，这里面就补了一个 f(x), 所以呢，应该令 g(x) 等于 x 乘 f(x).
根据这一点来进行还原，我们令 g(x) 等于 x 倍的 f(x)， 于是星号一撇事儿告诉我们 x 立方倍的 f(x) 的立方等于 f(f(x) 乘上 f(x) 的平方，对吧？然后这儿就画完整了，这就是 g(f(x)， 这前面就是 gx。然后你再注意到它是满足柯西的，所以我们可以把 x 直接塞进去，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告诉我们 gx 的立方是等于 f(gx) 的平方的。你自然会想把最后一个 f 也化成 g， 所以你右边要再乘以一个 gx 方。所以这告诉我们 gx 的5次方是等于 f(gx) 乘上gx 的平方，也就是 gx 的5次方等于 ggx 的平方。这就是我们超强大的星号两撇式。这就全都换掉了。然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证明 gx 恒等于1。好了，这个式子是足以看出 gx 恒等于1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从这个来看 gx 的5次方等于一个有理数的平方，所以 gx 应该是个完方数，就是有理意义下的完方数。没问题吧？既然对于一切 gx 它都是个完方数，所以右式是一个4次方数。于是 gx 恒定是一个4次方数。gx 恒定是一个4次方数，那么右式恒定是一个这块恒定是个4次方数，所以右式恒定是一个8次方数，所以 gx 是个8次方数。所以 gx 只能是1。观察。左式导出 gx 为完方数，然后代入右，可以告诉我们 gx 恒为4次方数，然后反复重复这个过程，故 gx 恒定等于1。这个题就做完了。就是观察。然后剩下的函数方程题我们下次课不讲，我们下次课讲集训队的 test 1啊。对，把集训队题都讲完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函数方程、多项式这些东西。行吧，那就下课了。